为了把气球变成化石，永久保存，我做这台机器。前段期间，我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，用气球着这只狐狸。狐狸做好了，没坏的话，它会在1周后消气。既然这样，我能不能想办法把它永久封存呢？而一切的开始，还得从3年前的暑假开始说起。那时的我到了幼儿园，教小朋友们折气球。活动结束后，有位小女孩递给我一只红色气球大象，气球上签满了她和她朋友们的名字。她说：“这是要送给老师的礼物，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不会再见面啦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只是一颗气球，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记忆载体。但1周后，它消气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思考，气球总会凋萎，那些瞬间的温柔与感动，是否也注定只能被遗忘？如果有一天，气球也能像雕塑一样被永久保存，是不是就能让那些充满故事的作品成为真正的记忆载体？这几年，随着气球技术的不断进步，业界确实有种称为灌胶的技法，延长气球的寿命。因为你在气球尚未充气前，先将特殊的胶水注入内部。作品完成后，气球内壁会形成一层薄膜，封住微小的气孔，减少气体的流失。依据环境的温度与湿度不同，能让气球维持从2周到1年不等。保存好的话，甚至更长。但用这方法延长气球寿命依旧有限。就在前段时间，我认识一种材质叫做环氧树脂，它具有高度透明与极强的结构强度，甚至能永久定型。我脑中立刻浮现一个想法：如果能把这种东西涂在气球表面上，是不是就能把它封存起来？上网搜集资料后，便发现来自韩国的艺术家宋君阳曾过类似的做法。他以气球作为骨架，再一层一层的涂上环氧树脂，做出各式各样的椅子等家具作品。不止令人惊艳，也证明这种材质确实能保下气球的形体。所以这次我打算尝试用环氧树脂，让气球变成永恒的艺术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现在是2月6号的凌晨3点多，快4点。然后我需要做一个环氧树脂气球的初步测试。我做一只气球狗，以2:1的比例调配好环氧树脂 ABG， 并将它们充分混合。接着戴上手套，小心地将树脂均匀涂抹在气球表面。但我马上遇到了一个问题：涂了树脂的气球会变得非常滑腻，导致原本整好的气球狗会因为气球的弹性，让原本稳定的结构开始松动。那么如果在涂上环氧树脂前，能够先把气球结构固定，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啦？所以在第2次尝试时，我在制作好气球后，先在表面喷上一层胶，加强结构固定。接着用 PVC 管搭建固化用的支架，将完成的作品吊上支架。调配好树脂后，开始涂抹。在涂了7遍树脂后，气球也变得无比坚硬，封存气球狗成功了。但很快我发现了新问题，由于吊挂关系，重力会让树脂向下流动，干掉后就会在气球表面留下不规则的纹路，这让树脂在气球表面分布得很不均匀，表面凹凸不平的样子完全不如我预期中的晶莹剔透。这问题困扰了很久，始终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案。就在我一筹莫展时，我经过了便利商店，发现了正在旋转的烤热狗机。对啊，透过持续的滚动，可以让热狗收得均匀，避免烧焦。那么如果把这概念应用在我作品上，是不是也可以让树脂受到重力分布更平均？所以我做了台烤热狗机。要制作会旋转的机器，首先需要马达。我猜之前学校课堂里做的自走车，这是主要的零件。在轮子中心钻孔，拧上转轴，固定在支架上，配上电路系统，打开开关，它就会旋转的。同时加上一个手表，每当我涂完一层树脂时，只要将标记对准当时的时间，我就能知道距离上次涂抹树脂已经过去了多久。于是我得了一个气球造型。狐狸做好了，插上转轴固定在机器上，用胶带粘去表面的灰尘，调配好树脂，用细胶刷把环氧树脂涂抹在气球表面，启动电源。就这样，12个小时过去了，第一层树脂已完全干燥硬化。不过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除了有残余的气泡外，表面还粘了一些灰尘，所以我打算制作一个防尘罩。防尘罩基本的骨架就已经完成了。
灰尘问题解决了，但我发现涂抹在气球上的树脂会有许多在搅拌时产生的小气泡，所以我得拿针一个一个慢慢搓。是说这步骤还挺费时的，我已经站在这搓了2个多小时了。所以我打算在树脂还没淋上气球前就进行脱泡处理。而最常见的脱泡方式就是真空脱泡，不过首先需要一台真空箱。既然这是个手作频道，何不自己做一个呢？真空充气箱主要可分为耐压容器及抽气设备。懂了运作原理后，其实要自制一个也不难。首先把塑胶盖钻孔，粘上单向发及排气设备，把气球剪开套在玻璃罐上作为气密装置，把针筒与单向阀连接，一个简单的真空抽气装置就完成了。在脱泡时，只要将调好的环氧树脂放入玻璃罐中，盖上盖子，透过针筒反复抽气。气泡因压力降低而膨胀上浮，最终破裂，就能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气泡。不过第一次使用自己做的真空装置实在太兴奋了，完全疏忽了树脂的凝固时间。而一次混合大量树脂会造成内部反应过快，造成剧烈的放热。当我拿起树脂时，它已经变得非常烫手了。我在拿针筒吸取树脂时，吸管也受热产生了形变。涂抹在气球上的树脂也因太过粘稠，就然受到重力的作用，自然均匀流下。气球表面因此变得非常不平滑，因为刚才在脱泡的时候脱太久，然后我用的树脂量又很多，所以它就是放热反应，它就变得很烫哦，所以现在它的反应就很快。然后你看，它现在就已经接近快凝固的状态，就不能自己流下来，所以，挺糟糕的。花了10天制作的心血在此化作一空。我开始怀疑，这世界上是不是根本不存在那种魔法，可以让气球永远不会消气？或许我早就该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才怪。前阵子我曾上传一部我尝试用环氧树脂封存气球的影片，这是评论区里大家的留言。究竟时间久了，气球不会萎缩或是脱落，最终变成一层透明的空壳呢？没错，聪明的各位早就想到了。这是过了1个月后的狐狸，有许多地方的球皮都已经破裂了。那这问题究竟要怎么解决呢？其实也不难，这是普通气球刺破的样子，而这是经过特殊处理后气球刺破的样子。差别就在于我在气球尚未充气前，先在内壁涂上了环氧树脂。固化后的树脂会让气球失去原本的弹性，所以即使外层破裂，也不会像普通的气球那样瞬间收缩，而是能保有整体的形状。而这次使用的每颗气球都有在里面先涂上环氧树脂，我已将各个零件拆分开来，分别涂抹，让树脂分布更均匀。15天后，现在这个已经非常硬了，你听这声音。经过了10次的浇淋，气球变得无比坚硬。取下零件，切割掉多余的部分，用砂纸把不平整处磨平。你没听错，用砂纸打磨气球，这感觉还挺奇妙的。接着用胶带将耳朵、尾巴分别固定在身体上，在结合处滴上树脂，等固化之后撕掉胶带，再淋上最后一遍树脂。世界上第一只用树脂封存的气球狐狸诞生了。其实早在今年5月录制节目时，就已经开始研究这项技术。非常欢迎严瑞俊。这次很硬呢，来，好硬哦。对，当然呢，什么？我就摸一下，它那个质感是，触感是，对，这个好像已经是那种公仔的那种塑胶的。这个是在几个月前开始在研究的一个造型。你如果能够把一个小小的气球作品，让它可以保存10年以上，想办法。那时我带去的是个实验失败的半成品，更多的是这个想法的雏形以及保留记忆的渴望。我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我会让这个想法完整的实现。而现在我终于做到了。还记得影片的开头那只来自幼儿园的小红象吗？3年前我收到它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1周后慢慢泄气变形。
那时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无意的接受气球就是会消气的。但这次我终于有能力把一件对我意义非凡的作品真正的留下来了。这只狐狸曾陪伴我走过大学面试，也见证了我从高中毕业。从2月初第一次尝试到完成眼前这个作品，整整花了250多天，相关技术也经到了专利申请阶段。再次回到校园，虽然身上穿的也不再是制服，但我知道这段热血的时光已经被封存在这层树脂里，永远不会消失了。记忆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有些会慢慢淡去，但有些记忆只要回到某个地方或看见某样东西时，就能够被再次唤醒。最后，我也想问问大家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获取了某种超能力，你最想保留下什么东西？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实体的都可以，我很想看看你们的答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片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我是袁日君，一个喜欢多写搞怪 DIY 的大学生。我们朋友，我们下次见。